镇北王已经班师回朝了，你怎么还敢来他府上找我？他今日入宫受赏，还不知道能否活着回来。哥哥姐姐不穿衣服。萱萱，这个傻子要是把我们的事儿泄露出去了怎么办？那就让他永远闭嘴。你想怎么做？先奸再杀，镇北王妃和男人厮混而死。他镇北王但凡要点脸面，就不会细查死因。有道理，我想应该没有一个男人会为了一个给自己戴绿帽子的女人出头吧。小黑，对了，我这有瓶药，带他吃了，给后山的小厮随便玩啊。这擦干净的可真漂亮啊！他虽然是个傻子，毕竟是个娇生惯养的大家闺秀啊。这看着就让人垂涎3尺。金儿可算是便宜咱们哥俩了啊！侧妃说了，随便玩，只要最后弄死就行了。头好痛，我不是在实验室吧？怎么会跑到荒郊野外？我堂堂古一世家传人，居然穿成了一个被人砍过傻子！放心吧，我会替你报仇的。你个臭傻子，竟敢弄老子！看老子怎么弄你！大哥，废话，咱们霸王一上弓。你别过来，这个不客气。怎么会有弩？不管了，进去解些的麻烦。哎。这么美哦，得尽快离开这儿。不好，看见我吗？等那个人死了，我就是下一个。我郑成灭药无解，竟然从天而降一个男人，感谢大自然的馈赠。辛苦了，哥们。好多钱！我这里有钱的，这样娘就不会为了养弟弟大卖入青楼了。王爷，王爷，你醒醒！王爷，我这是在哪？王爷，这里没有移山之计，你应该是被刺客追杀之子。那个女人呢？爷，卑职没有人看到有什么女人。敢母亲就相跑，立刻派人查今晚在林中出现的女人。是，这女人的暗器果然厉害，若是能用于镇北军，必能剿灭北蛮一族。看来本王是非找到那个女人不可了。你从哪回来的？废物！竟然连个傻子都治不住。我要是不回来，我怎么找人？我傻了？趁着我还活着，你说？放开我！放开！杀了你，只会脏了本王妃的手。从今天起，王妃好大的威风，在本王面前装疯卖傻这么久，原来在背后竟是这副嘴脸。王爷，你可算来了！王妃她与人通奸，想要杀了妾身灭口呢，你可一定要为妾身做主。是他错外的男人，竟然是镇北王。野兰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来人，把他拖下去，陈堂示众。就你们几个臭鱼烂虾，还敢动本王妃？厉思涵，你就是个蠢货，连证据都没有，你就相信他？真不知道那个王爷是怎么混上来。放肆！做出下贱之事，还敢狡辩？到底谁下贱？王爷一看便知。叶兰，那个贱人！王爷若是还不信，大可
可信太医一眼。王爷，妾身只是近来身体不适，所以才会起些红疹。是王妃她绝不骗人，王爷你不能相信她。是真是假，一验便知。来人，把侧妃拖下去验身。是。王爷，妾身不要。一旦验身，便是奇耻大辱，即使是清白，也会受人非议的。王爷若是不信，妾身便以死自证清白。去请太医，还不快将侧妃抬回玲珑阁！果然是个狠角色，也不怕真把自己撞死。既然侧妃以死明志，本王自然是相信她的清白。王妃，该你了，是一头撞死，还是乖乖验身？你自己选。谁主张谁举证。既然王爷这么怀疑我，那你就应该拿出相应的证据，总不能以后你随时怀疑一次，我都要撞死一次自证清白呀！哼，本王竟不知你如此的牙尖嘴利，看来不饿上你几顿，你的嘴是不会服软的。来人，把王妃关进瑶光阁，不许送任何吃的，直到她认罪为止。别动我，本王妃自己会走。她过去为何要装疯卖傻，如今为何不装了？难道是受叶家指使？哎呀，好饿呀！不行，我求这个饺子总能被饿死吧？我还是去找吃的去。王妃，一定要去哪儿？王爷有令，没有他的允许，不得出瑶光阁半步。我饿了，我要去找吃的。王爷还说了，不允许任何人给你送东西，除非肯认罪。他只说不让人送东西吃，并没说不让自己出去找。你想吃东西是吧？可以，但还有另一个法子。什么法子？只要你肯跪下来给我磕3个响头，我就把这碗饭赏给你。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要是王妃的耳朵不好使了，你想吃东西，先跪下来给我磕3个响头，我就把这碗饭赏给你。赏个锤子！你干什么呀？哎呦，你们都死了，快去找王爷呀！哎呀，对你多好啊！说下个磕头就可以赏你份饭吃，好吃吧？啊，味道好不好吃？多吃点，再不吃的话，我就打死你！我错了，哎呦，老公，我下次再也不敢了。哎呦，你饶了我！口成人事的东西，再有下次，我要你狗命！滚！我当的什么王子呀？这3个月连吃的都没有。我好饿啊！我想吃个肉包。难道是个戒指变出来的？不行，我得确定一下。我要1碗粥。果然如我所料。爷，属下已经调查清楚，昨夜出现在后山的女子有2人，一个是附近村民，另一个是王妃。不可能是叶兰，你是将另外一个女人带来见我。遵命。叶兰怎么敢对本王霸王硬上弓？而且她也不会有那么厉害的暗器，只要把那个女人找来，再利用她批量生产这种武器的女子，想必北疆百姓就可免遭战乱。王妃她疯了，她要杀老奴啊！王爷，大呼小叫，成何体统！王爷，我奉你的名不给王妃饭吃，她就是发疯似的打老奴
王王爷！本王倒要看看还有多疯。啊，看来只要我想，就可以利用这个戒指传到我手里。只不过不知道有什么限制。叶兰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本王让你禁足，你却恶意伤人，你眼里可还有本王？从嬷嬷以下犯上，本王妃惩治下人，有后果。你还敢颠倒黑白？分明是你心思歹毒，欺凌老弱。弱，确实是个老死。刚才他给我下跪的时候，我可没看见过。这个毒妇，诬陷银霜不够，又诬陷冯母，是不是所有人都一头撞死，你才能满意？我懒得跟你废话，爱信不谢。门在那儿，滚！你果然和以前不一样。怎么，装疯卖傻得不到本王的同情，现在可以不动？你以为你耍这些手段就能得到本王的心？别白日做梦！脖子上紧个肿瘤，想立下点头吧。什么肿瘤？本王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叶兰，最好收起你那些不该有的小心思。别忘了，当初是你爹求皇上赐婚才把你嫁过来。为这废物，你也休想得到本王的心。那既然如此，现在就立马和离。你想用和离威胁本王，你以为本王不敢？好大的胆子，敢偷袭本王！偷袭算什么？你要是再对我动手，我就让断子绝孙！啊，那本王倒要看看你的本事。不过是件三脚猫的公主罢了，以为这有什么？你不是说想看我的本事吗？求求你放了我！正面较量不过这暗箭伤人，真是一个卑鄙无耻的小人。这个身高、体重、力量不如你的女人，正面较量，这才是真正的卑鄙无耻！诬陷侧妃，凌虐下人，谋害王爷。叶兰，你果真是个疯子。首先，我说的句句属实，王爷也看到了，顾云说身上的吻痕到底是不是病尘，他一查便知。至于你说我凌辱下人，分明是他逼我下跪在先。王爷要是不信，可以去问禀报你的丫鬟。最后一点，我只不过以求自保，何来谋害王爷？既然你说顾云霜与人私通，那本王问你，他的奸夫是谁？可有证据？我就证据，昨晚我跟他们，他应该没认出我，不能让他知道我被丢在乱葬岗。你被他们怎么了？当然是我中破他们的好事，谁被他们杀人灭口啊！既然你这么肯定，那还有别的证据？我只记得那个男人戴了一个面具，身上还有股奇怪的味道。奇怪的味道？如果那个味道再让我闻一遍，我肯定知道他是谁。唉，小可怜，那对奸夫淫妇是害死你的罪魁祸首，所以我一定要亲手把他们都杀了，为你报仇。算是没有白占你的身体。没有证据，本王怎么知道你所言是不是污蔑？王爷可给我些时间，我会想办法把你封进头上绿帽子。不过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要一封和离书。你为什么要与本王和离？自然是不想跟你多纠缠了。你以为本王愿意娶你，你又能让皇上收回成命？本王巴不得与你和离。一言为定。唉，天色这么晚了，我要休息了，就回吧。本王也没打算留下。王爷，昨晚后山的女人已经找到了，现在在智荣花院，明日一早让她来乾坤亭见本王。遵命。谁让你来的？听说王爷生长了位妹妹，身为王妃，难道不应该过来陪她？你最好少生事端，否则别怪本王不留情面。您放心吧，你看，保证不迟。民女拜见王爷，拜见王妃。
抬起头来，你可认得此物？啊，这不是我弩吗？当时做贼心虚，跑得太快，一时大意，竟忘捡了。是名女的。看来那晚的确是你救了弟弟，不过你对本王做了什么？王爷说对，民女不是故意的，民女。行了，你既已成了本王的女人，那本王自然要给你个名分。谢王爷。什么情况？这女的该不会是冒充我吧？连这种锅都敢替我背，好人一生平安。你先在荣华院住下，随后本王会以特费对你纳入。民女一切凭王爷做主。我马上就要成为镇北王的侧妃了，太好了！要是爹娘和弟弟知道了，那肯定再也不敢欺负我了。皇上有旨，宣王爷王妃入宫。不是，你有病啊！我又不是故意的。是不是故意投怀送抱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负心男，现在也不说这个的时候。好了，为了杀本王，你们还真是煞费苦心。厉思涵，你若乖乖束手就擒，老夫或许留你全尸。好，本王可以不反抗，但是你们要放他走。看不出铁骨铮铮的镇北王居然还有怜香惜玉。本王只是不想和这种女人死在一起。他想拖延时间等素瑶。哇，你以为我愿意跟你死在一起啊？要不是你，我们至于沦落到这种地步吗？能和本王死在一起，那是你的荣幸。好啊，那我把荣幸给你全家。闭嘴！你俩今天都得死。你让任务死啊！你的任务是杀潘，不是我。怎么？他们说的有道理啊。废话，没看见他们在拖延时间吗？给我上！再这么下去，宋阳还没赶到，咱们都得死在这儿啊！我会尽力拖住他们，你自己想办法逃。要是逃不掉，就是你运气不好。啊！可是他刚才吐血了，我把他扔下会不会太没人性了？算了，再救他一次。他怎么会有这个暗器，而且还如此得心应手？他才是那么……起来吧。此地不宜久留，还是尽快跟护卫队会合。你不是镇北王吗？怎么这么没用？你的暗器从何而来？捡的。从哪里捡的？后山呀，那天顾医生把我丢到后山里，我差点死了，幸亏捡到它，才保住一命。真的？我骗你干嘛？也对，她若是那晚的女子，巴不得让全京城都知道与我有了夫妻之事，哪里还会隐瞒？卑职来迟，还请王爷降罪。把他带回去，严刑审问。遵命。还不快上来！我不会骑马。真是个废物！喂，麻烦搞清楚啊！要不是我，你还有命在这骂我是废物啊！少废话，上来。算了，起码总比走路强。今日朕特地为思涵设宴，一位老他为朕镇守边疆，职功高，此乃微臣分内之事。你与叶兰一成婚，便远去镇守边疆数年，如今回来，也该想着子嗣问题。毕竟厉家只剩你一人，偌大的镇北王府也得后继有人才是。是啊，叶兰姐姐吃傻，怕是不能给厉家开枝散叶了。不如思涵哥哥另娶一位王妃，将叶兰降为平妻，想必厉家也不敢说什么。这就不劳太后与公主费心了。臣与兰儿感情甚好，绝不会另娶红人。你说是吧，兰儿？是你妹呀！
再不放开，炖个猪蹄儿炖汤好。唉，这孩子从小就傻，如今哀家看着更憨了，什么话都说得出口。唉，也只有思涵你宅心仁厚，能容得下他。你才傻，全家都傻。臣与兰儿是圣上赐婚，臣非但不敢嫌弃，还要呵护她一生一世，方才不负圣恩。这果然没看错人，你果如你父亲一般重情重义。听说王爷昨日遇刺，可受伤了？思涵哥哥，你没事吧？多谢二位殿下关心，微臣并无。快传太医！你把他扔在地上做什么？这傻子还不快滚！来人，快把思涵哥哥移到软榻上。若你们想他死，这蠢货竟敢诅咒自己的夫君，别以为你是傻子，哀家就不会让你张你的嘴。都退下，请毛氏流通。不好，奇异腐烂，经脉异常，恐怕有性命之忧。鲁医书，来不及了，我需要嬴政。你这是在做什么？这个疯子简直胡闹！你们都愣着干什么？快把他拦开呀！张太医，你快救救思涵哥哥，他若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绝不会放过这个傻子。王爷的症状多半是中了失心蛊，幸亏皇上英明，将他放于地下，没有随意挪动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郑太医，你说思涵中的什么蛊？失心，还是中了磁毒种，气脉又被衰竭，3年必死无疑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！江太医，此蛊可有解毒的方法，一旦中蛊，便无力回天。这么说来，思涵他岂不是只有3年可活？是，区区心脏病而已。我若是想让他活，他便能活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听到厉思涵命不久矣，这些人的表现可真奇怪。除了二公主，其他人好像都各怀鬼胎。臣殿前失职，皇上上恕罪。思涵哥哥，你终于醒了，你没事吧？思涵，你是如何中了这失心蛊的？回皇上，臣返京途中被刺给水杀，胸口中了一枚毒箭，醒来之后变成了如今这样。看来王爷是被人暗算，可查清是何人所为。臣四处征战，难免结仇，被恶意报复并不稀奇。不过生死，臣早已看淡。好在北疆还有厉家军镇守，皇上大可放心。厉家满门忠烈，如今只剩你一人。朕即使倾尽太医院所有太医之力，也定会为你除去这失心蛊。臣谢圣上隆恩。王爷，方才微臣看您胸口人为银针，暂时封住，不知此针是谁下的？是我下的针。是你？不可能，这针法一看便有10年8年的功力，怎么可能是你？什么功力啊？刚才我着急随便下了几针，我是在书上看到的。就是小人说，2个人不穿衣服，然后就在那里玩。好官有忍，将他拥护。没想到王妃还有如此天赋，在下自愧。朕听闻叶家嫡女生来痴傻，如今一见，倒有几分灵力。回皇上，叶兰她偶尔也有神志清醒的时候。是吗？那王爷可要看好王妃啊，以免她神志不清，惹出什么祸。太子所言极是。这丫头啊，到底是个傻子，无法肩负为厉家开枝散叶的责任。不如皇上再赐婚，让思涵再另娶一位正妃。多谢太后惦记。臣最近的确心悦一名女子，已经将她接入王府。3日之后，
便行侧妃之礼，到时臣一定亲自带他入宫拜见皇上。你盯着本王做什么？刚才太后让你另娶王妃，为何你不顺水推舟与我和离啊？本王说过，你若能让皇上撤回赐婚圣旨，便与你和离，却从没有说过由本王主动和离。你都快死了，还快放过我？你就不怕你死了，我霸占你的家产，欺负我的小老婆吗？你以为本王会将王府交给做梦？可恶！血断3次，竟然这么对我！早知如此，明天后山就该先奸后杀，以绝后患。王爷，您终于回来了。不是让你待在荣华院吗？怎么跑出来了？妾身听闻王爷入宫时遇到刺客，一时心急，就便在门口等着了。现在看到王爷平安无事，妾身也就放心了。下次出门穿厚些。多谢王爷关心。本王打算3日后对招娣举行侧妃之礼，你想？你俩结婚关我屁事！你身为王妃，自然要担起这掌家之任。本王迎新纳娶，应全权由你负。你娶小老婆，你要我负责？那干脆我娶她得了呗，要什么用？放肆！这就是你身为王妃应有的素质吗？什么素质啊？我哪来的素质？我也没有听说过吗？放下个人素质，享受缺德人生。你要是没事找事，就别怪我放纵。王爷息怒，都是妾身不好，给姐姐添麻烦了。其实妾身并不在乎什么名分，只要能够留在王爷身边，妾身就心满意足了。放心，本王不会亏待你的。不对呀，就算陆一说掌家，课后原主身为王妃的岳母，那原主身为一品朝臣的嫡女，理应应该有丰富的嫁妆吧？怎么连件下的首饰都没有了？王妃，王爷有令您到书房伺候。不去不去，以后摊的事谁来烦我？真的。帮我带个路，我无事。王爷，我的家，我才不要伺候你！我来找你是问我的家。本王现在没心情跟你扯别的，不言默就滚出去。你为了嫁妆，我忍。好，不言。你怎么把它给拆了？跟你有关系吗？没关系。专心研墨，少借机与本王搭手。这普信男有完没完？真想把砚台砸他脸上！王爷，你既然怕我套近乎，干嘛非要我来伺候啊？你身边跟来的那个小老婆是没有手，还是说手底下连个下人都没有？太后派了位教习嬷嬷给你，说是让你好好学学规矩，所以本王才会在嬷嬷面前多给你一些接近本王的机会。但是本王警告你，不要得寸进尺，否则后果自负。李思海，你不要太过分！放肆！竟敢直呼本王名讳！是你先放肆的！少废话，我嫁妆呢？什么嫁妆？你在这儿给我装蒜是吧？本王怎么会知道你的嫁妆？你嫁入当天，本王便被调去前线御敌，连你都没见，更何况嫁妆？我作为叶氏千金，那我总不能两手空空嫁给你吧？可是我找遍了，房间里值钱东西都没有，难道进贼了？本王怎么知道？哎，等等，你早不找晚不找，偏偏现在这个时候找，不会是想引起本王的注意吧？有的时候真的很想报警，要是死走多情犯法，至少派他个无期。大哥，我钱丢了，我真的很急，我没时间跟你开玩笑。那你倒是说说，为何突然找嫁妆？既然要和离，那我总得带上自己的东西。你真的打算要和离？真的不能再争了。你离开王府还能去哪儿？你不会以为叶家会给你一个下堂弃妃容身之处吧？
所以嘛，我才来找王爷你要回我的嫁妆呀。那总不能让别人觉得我们堂堂镇北王贪念女人的东西。放肆！本王岂会稀罕你那些破烂？来人，把管家带来。是。王爷，您找奴才。王妃有话问你。张管家，本王妃当初入府时可带有嫁妆？那是自然。王妃乃叶家嫡女，若是没有嫁妆，也难人气，受人耻笑。那我嫁妆呢？王爷离府时，这王府的掌家之权便落到了顾侧妃身上。当时他以待王妃保管为由，将您的嫁妆全部挪到了他的私库中。他凭什么把我的嫁妆挪到他的私库里？王妃，您当时的状况，顾侧妃自然能做得了主。还有您身边服侍的丫鬟，也被顾侧妃发卖的发卖，杖毙的。原主痴傻，所以没有给我太多清晰的记忆。但是我没有想到，魏双居然这么的丧心病狂，欺负原主就算了，还伤害他身边的人，可恶！王爷，这件事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个交代？又不是本王突破了你家，凭什么给你交代？要不是你的纵容，他一个侧妃怎么敢骑到我头上来欺负？本王在外征战，这府中之事难免疏忽。那现在王爷回来了，我不需要你帮我主持公道，最起码把我的嫁妆还给我，以及被打发出去的丫鬟都给找回来。顾姨说现在才昏迷不醒，本王如何帮你找回嫁妆？昏迷？这还不简单？王爷，你跟我走趟便是。奴婢拜见王爷，拜见王妃。他醒了没有？太医怎么说？回王爷，昨日周太医来过，说侧妃她情况不容乐观，很可能再也醒不过来了。不对呀，不管是装的部位还是力度，根本不可能造成昏迷，其中一定有蹊跷。王妃，奴婢求求您了，你就放过我家主子吧。哼，果然是装的，想用苦肉计来蒙混过关，做梦！南桃，有王爷在，我不会伤害顾侧妃，我只是想继续跟进情况。我家主子为证清白，已经撞得头破血流，伤口实在太过残忍，您还是别看的好。这个你放心，我胆子大得很，我就进去看也不碍事的。王妃，求求您了，你就放过我家主子吧。放开我！你闹够了没有？要不是因为你胡闹，一双也不会撞成这样。而你却不知悔改，甚至变本加厉。你不要以为太后身边的嬷嬷在，本王就不敢对你如何。他先命人把我丢进后山，差点把我害死了。你居然说我变本加厉！立刻滚出去，别让本王说第二遍。今天要是拿不回属于我的东西，绝不罢休。你不要逼本王对你使用特殊手段。我还怕你了？哎，你干嘛？你放下！放下来！你放开！我说三，从我身上滚开，否则后果自负。你别动了，这女人的身体就有种莫名的熟悉感，本王一定是疯了，才对她这样的女人有感觉。1、2，你不会以为本王真的愿意碰你？不是你有病吧？你干嘛把我扛回来啊？你看不出来顾医生他是装的吗？本王只看到你想对一个昏迷不醒的人下手。好，好，好，这么留忍不住是吧？真想忍不住，我可要骗你！你敢辱骂我？我只是陈述事实。既然舍不得让我碰小老婆，那你说我嫁妆怎么办？既然是嫁妆，必定有清单，你整理一下，有多少，本王赔你便是。真的假的？说的什么鬼话！今晚3更之前把清单交给本王，否则过期不候。李思涵，这可是你给我的机会，看老娘不狠狠宰你一笔！卑职拜见王妃，这么晚了，您怎么来了？我来给王爷送嫁妆清单，麻烦宋将军通传一声。抱歉，王爷正与人有要事相商，
您把东西交给卑职就好，卑职一定转交给王爷。好吧，你跟他说，3日之内我要看到我想要的东西，否则我就继续找顾医生要。是，卑职一定转告。这么晚了还见客，第一日我倒要看看是谁这么见不得光。姜太医，他怎么会在这儿？姜太医如果是厉思涵的人，那他在宫里说的那些话极有可能是假的。奇怪，厉思涵为什么要让皇帝觉得他命不久矣？难道说派人追杀他的幕后主使是皇帝？王妃，太后娘娘有令，要老奴严格教导你学习规矩和礼仪。这眼瞅着日上三竿了，你依旧赖床不起，此乃大错。故而老奴泼水惩罚你。好，这么好事，行，逼我发疯，那就都别活了，给我死！哎，王妃你干什么？我可是太后的人，你还要怎么样？快去去哪里？我让你王妃呀！哎呀，我救命啊！哎呀，救命啊！救命！哎呀，我就说这个特质不是一无是处。叶兰，你说发什么？连太后身边的嬷嬷都敢死，你眼里可还有半点规矩？我们打死他都算是心慈手软。你要睡觉的时候碰着冷水，你会怎么样？常嬷嬷，太后让你伺候王妃，可有让你虐待？回王爷，太后娘娘让老奴严格教导王妃。严格便是用冷水泼她。若王妃受了风寒，身体有恙，你有几个脑袋能赔？是老奴思虑不周，是老奴罪该万死。王爷恕罪，王妃恕罪呀！来人，把王妃带下去，伺候沐浴更衣，再为她煮些姜汤御寒。这还差不多。哼！依本王看，常嬷嬷教导王妃的方式过于激进，王妃实在无福消受。来人，送嬷嬷回宫。原主出身高门，容貌无可挑剔。要不是生来痴傻，绝不会悄无声息地死在那副奸夫淫妇的手中。从前无人护着你，但今后我一定替你好好保护自己，让那些害你之人得到应有的惩罚。姑娘，奴婢还以为再也见不到您了。怀玉家生子，从小与原主一同长大，因为忠心护主，不听顾遗霜的，所以被赶出了王府。等等，印象中原主身边应该还有一个母亲留下来的大丫鬟怀柔，怎么不在其中？怀柔呢？冯嬷嬷给姑娘吃素饭，怀柔姐姐是与她争执，然后被顾翠妃拉去后山杖毙了。人死不能复生，我们能做的就是替他报仇。姑娘您不傻啊，奴婢不是那个意思。对，你家姑娘不傻了。对了，明角，你是王爷派来伺候的人，从今天起，你便和怀玉同为我身边的大丫鬟。但是我只说一次，我这里可不允许侍奉2个主子的仆人，听明白了吗？是，奴婢谨遵王妃教诲。好了，你带她回房间，好好洗漱一下，明天再来伺候。启禀王妃，这些是王爷赔给您的嫁妆，还有箱子里的黄金万两，按照账目少多不少，还请您考虑。王爷果然信守承诺，您把这些搬到本王妃的私处中。遵命。妾身给王妃请安。姐姐，您这是在替王爷准备聘礼吗？聘礼啊，
这王爷不是说过了，要让姐姐负责迎接纳举之事啊？这些不是王爷给妾身准备的聘礼吗？你讲屁吃啊！那些东西都是我的，姐姐，这些不是王爷给的吗？是他给的。那既然是王爷给你的，那肯定是给妾身准备的聘礼啊！姐姐，难道你还想全部霸占了选？我说你啊，你是不是掉钱眼里了呀？啊，见钱眼开，也不至于逮谁有谁吧？我再说一遍，那些东西都是我的。张管家，还不快搬走！姐姐，妾身身份卑微，可王爷答应过了，要4白6聘的纳妾身入门，你怎么能中饱私囊吞妾身的聘礼呢？我懒得跟你废话，我再说一遍，那些不是你的聘礼，是我的嫁妆，清楚吗？听清楚，滚出去！想讹人是吧？抱团是不是？我可什么都没动你啊！叶兰，你又在发什么疯？本王警告你，不要再一而再再而三挑战本王的底线。你凭什么连事情的前因后果都不了解？这绝对是我的错！王爷，您别怪王妃，都是妾身的错，都是姐姐实在容不下妾身，还不如一头撞死算了。叶兰，你是不是非要把本王身边所有的女人都逼死才能心满？就算吃醋，也要懂得适可而止，别太过分。我吃醋？厉思涵，你不许对我有误解，对自己长相有很深的误解。抱歉，你在我眼里真的很丑，且承认你长得是有些姿色，但是内心丑就是真的丑。你以为本王会信你的鬼话？立刻向招娣道歉，否则本王绝不会再轻饶了你。想让我道歉，门儿都没有。好，本王的话你都敢不听？来人，把王妃关进祠堂面壁思过，不许送任何吃的。什么时候她肯道歉，什么时候才能出来？别过来，这就是祠堂嘛。本王妃自己走。我要一份炸鸡。好香啊！再来一杯可乐。哦，10和5这应该是厉思涵父母，这怎么还有其他的排位啊？厉思阳、厉思成、厉思月、厉思风、厉思浩，还有一个女子蓝心若。难怪说厉家满门忠烈，原来6个兄长都战死沙场。这真的是惨绝人寰。朝列36年10月3日，镇北王玉秀和镇北王妃婚期战败受俘，可替人头裸体，被困于北蛮部落旗上。10月12日，镇北王世子厉思阳和二弟厉思成前往讨伐北伐部落，中途遇俘，万箭穿心而死。一向战无不胜的厉家军，为何突然之间屡战屡败？而且每一次作战都在北蛮族的掌握之中，这显然是有人在出卖厉家。这看来昭烈国并不是像表面那样风平浪静啊。王爷，事情就是如此，王妃并无过错，而且奴才亲眼看到林姑娘自己摔下台阶，王妃从始至终没有退让。你本王真的看不出来，是奴才多嘴。悄悄送些吃的过去，别让他知道是本王允许。是，奴才能办。厉思
思涵平时不准我事情，你立刻把白快吃吧，没个病啊！你来干什么？虽然是挂着你，所以来看看你了呀。我一心去管你，不影响我吃饭。你干什么？姐姐，我这可是为了你好呀！这王爷不是说过了，不准你誓不分死。主要呀，王爷会怪罪的。所以你要知道你的事是不是？我浪费了又怎样？有本事你去找王爷告状呀！像是，管他像个什么，我忍不了。今天把这些吃干净，否则别想出这个门。可是王爷的侧妃，你怎么能如此对待我？我管你什么玩意儿！你要不吃干净，我把你打碎猪头！你如此蛮横无理，王爷不会放过你的。那你猜猜，是他先收拾我，还是我先收拾你呢？我才不会怕你呢！我就是王爷侧妃，你不能随意羞辱我。偷来的荣华富贵，还真当成真的了。只要有本王妃在，这些都是妾，还浪费粮食，给我吃！你放开我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你有完没完？王爷，当然有完，前提是你管好那小老婆，别没事找事儿。王爷，你若是再晚来一步，妾身怕是没命了。立刻向招娣道歉。是他先挑衅的我，凭什么我道歉？好，这是你逼的我。来人，王妃肆意凌虐，嫉妒成性，拖着去杖子2十。王爷，这件事不是王妃的错，是奴婢上次给王妃送菜被林姑娘碰见了，林姑娘将饭菜都踹倒在地。王妃见浪费粮食，这才生气，便与林姑娘起了争执。归根究底都是奴婢的错，请您责罚奴婢。本王问你，以行原委是？王爷，妾身也是好心提醒王妃遵循您命令，没想到他竟然如此凌辱妾身，你不要为妾身负责。你好大的胆子！近来北方干旱，百姓颗粒无收，皇上正为灾荒发愁，你怎敢在眼下这个节骨眼上浪费粮食？所幸你还未证实，若此事被传出去，皇上岂能轻易放过本？妾身不知，王爷息怒。闭嘴！侧妃之礼延后再办。你好好给本王面壁思过，若再有此等事情，本王绝不息。多谢王爷提醒，妾身再也不敢了。这次本王再次放过，若再有，本王绝不轻饶。你做得很好，继续盯紧叶兰，若有任何消息，随时禀告本王。退下吧。是，奴婢先去告退。王爷，您为何要安排云脚给王妃送食物，却又故意向林姑娘透露？林招娣绝非善人，叶兰更不可信。他们2人之间，那您到底像是哪位？本王谁也不像。王爷是想借机冷落林姑娘，然后逼她讨好您，如此可教你。可您为何要如此？此物的材质，本王不畏惧。先前明里暗里的问过林招娣几次，她都敷衍了事，不肯交代清楚。那本王就要让她主动坦白。所以您推迟侧妃礼，这样一来，林姑娘必然着急，为了嫁给王爷，自然就肯松口了。正是如此。以下派些人手仔细盯着，不许出现任何问题。遵命。今日多亏了有你，否则本王妃怎么辩解？厉思涵都不能。王妃折煞奴婢了，这些都是奴婢应该做的。若是换了别的丫鬟，是绝对不敢违背厉思涵的命令。她与我非亲非故，凭什么冒着性命之忧为我动弹？此人是否得者，得需一试定之。你忠心耿耿，本王妃自然是好好犒劳。
这枚岁月流金簪便赏赐给你。奴婢多谢王妃赏赐。不用多礼，快戴上给本王妃看看。是。不错，整个人都看起来华丽了不少。以后啊，可要经常戴着。是，奴婢一定珍惜王妃所赠之物。对了，本王妃特地嘱咐嬷嬷熬了碗鲜鱼汤，你把这个送给王爷尝尝。奴婢这就去。如姑娘所料，领导在进门前拿到了章子，可我是不明白这有什么问题吗？在自己主子面前，谁敢佩戴旁人赏赐的东西？如此说来，领导给您送饭是王爷的主意。如此看来，王爷倒是心疼姑娘的。心疼？华月，你太天真了呀！这大早上的，云姐刚进来送饭，林招娣啊都钟着飞着，你不觉得这太强劲了？奴婢实在猜不透。你呀，不需要猜透，你只需要以后试试地法办才。奴婢知道了。王妃，婚礼新来的嬷嬷到了，正在院内候着，您可要见。怎么走一个又来一个？这太后还真是不死心。那奴婢出去给她打扮了。她是太后那边的人，怎么能是你我轻易能打发得走的？唉，与其做无用抗争浪费力气，倒不如躺平摆烂，顺其自然。让她进来吧。好，奴婢知道了。老奴拜见王妃。免礼。嬷嬷，说说你这次的目的吧。回王妃，老奴是奉了太后之命，特地来教导王妃规矩礼教。哦，太后是不是要你更严厉？你是想用冷水泼本王妃呢，还是想用藤条抽她的王妃？老奴不敢，只是些平常教导。这若王妃实在是不想学，那老奴啊也不勉强。没想到这个于嬷嬷比上一个看起来靠谱。也罢，不是她还会有旁人，何必自讨麻烦？好，那嬷嬷便开始教导吧。是，身为王妃，侍奉王爷乃头等大事。今天咱们学习怎么为王爷布菜，这不都摆好了吗？丫鬟摆好菜后会一一试读，接下来会由王妃再做调整。王爷他自己有手，想吃什么可以自己查，对吧？不需要我伺候。谁说本王不用？你都有2个小老婆，凭什么他想亲夫，我一个人干活啊？你还好意思说？因为你，他们一个正躺在床上昏迷不醒，一个正面壁思过。你觉得还有谁能来服侍？你不让伺候，你还会死是吧？放肆！王妃，请注意你的言语，切勿以下犯上。哎，行，关大爷鸡架死人！你给我等着，都可以成几个小婆，保证把你舒舒服服的伺候。废话少说，夹菜。王爷请吃。就一颗菜。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呀，你看啊，这个颜色跟你头上的颜色特别般配。你若是想找死，本王可以成全你。这么大人了还挑食，我抽你饭不吃是吧？不吃我自己吃。你干嘛？王妃，王爷还未用膳，您不可先用，此为逾越，是为大忌。你们还有完没完了？吃个饭都不让安生。王爷，太后突发急症，昏迷不醒，各位王爷公主已经入宫侍寝，皇上派人下旨，要你和王妃速速入宫。什么？太后好端端的，为何会突发急症？现在情况如何？太医诊治过后说，只怕撑不过3日。立即备车入宫。
王妃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别说话。这太后什么时候成这样？太后在晚早上后突然就晕倒了，太医已经验了饭菜，并没下毒，所以时间也不知到底为何。太后曾经有头痛的时候吗？是，太后经常头痛，老毛病。早上可有扔了？没有，就在那里。太后平日里可喜欢吃鱼？太后讨厌鱼腥，平日极少吃鱼，只不过今日皇后娘娘亲手烹饪的鱼汤，味道鲜美，没有鱼腥，太后很是喜欢，吃了一些。过来吧。不要乱跑，灰灰待在本王身边。我只是看了一眼太后的情况，还不算太糟糕。说什么？臣妇说，太后并非无药可救。你个傻子懂什么？竟然在皇上面前大言不惭！来人，让他拖出去！夜来心智不全，并非有意冒犯，还望皇上原谅息怒。朕看他是不知天高地厚，连太后都敢冒犯，本宫今日非重罚他不可。厉思涵，你若是再敢包庇他，别怪本宫连你一起罚。恐怕不是臣妇冒犯太后娘娘，而是皇后娘娘您冒犯了太后，害她遭受此等病痛。死丫头，本宫看你是疯得不轻啊，竟敢在此污蔑本宫！来人，打烂他的嘴！慢着，你是说太后如此，皆是皇后所为？正是。哼，诬陷皇后乃是大不敬之罪，若是没有证据，不仅你要死，还会连累叶家和镇北王府。没有证据，臣妇自然是不敢说。朕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若现在改口，看在思涵的面子，朕不予追究。臣妇所言句句属实。哼，思涵，你觉得怎样？臣相信叶兰所言。还以为他会立即撇清关系，没想到他竟然选择相信我。好啊，你们夫妻二人果然是一条心啊！本宫今日倒要看看，我究竟能拿出什么证据来。证据就是这半碗鱼汤。这碗鱼汤是本宫亲手熬制的，太医已经验过了，没有毒。你不要以为如此便能赖在本宫头上。王妃，此汤确实无毒，您是否搞错了？朕还以为当真有证据，竟然相信了你这天生痴傻之人。来人，将叶兰打入天牢！皇上息怒。臣妇所言，并非指皇后娘娘投毒谋害太后。好，朕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立刻说清楚。太后娘娘患有严重的头风之症，最忌讳嘌呤高的食物，鱼类是绝不能入口的，而鱼汤更不能喝。之所以太后娘娘一直昏迷不醒，皆是因为喝了过多的鱼汤导致。空口无凭，你可能证明？臣妇可救太后。你，请皇上给臣妇一炷香的时间，若不能将太后恢复，任由皇上处置。什么？形容于太后家？皇上，将太医断言太后活活。既如此，不如让叶兰一试。好，就一炷香。谢皇上。一炷香之后，我看他拿什么来交差。思涵，看看，莫叫这傻子伤到了太后。是。你可有把握？放心吧，没有问题的。本王就信你这一次。多谢王爷相信。你若真的不行，千万不要勉强。有本王在，皇上不敢真的杀了你。王爷平时不是挺讨厌我的吗？怎么如今想救我？本王虽然不喜欢你，但你终究是本王的结发之妻，怎能见死不救？算你小子有良心，也不枉前几次出手救你一条狗命。快出去吧，别耽误时辰。
这是做什么？皇上，叶兰天资残缺，多有王法，若不能医好太后，臣愿替他受罚。哼，你对这傻子倒是懂用心。他是皇上赐婚给臣的正妻，臣自然要用心呵护的周全，也算不辜负皇上圣恩。放心吧，你对朕忠心耿耿，却又患新谷之症，即便是体恤你护国有功，朕也会饶叶兰一命。臣叩谢皇上圣恩。一枪一刀，好了。回皇上，太后很快便会醒来。姜太医，你去看看。是。哀家这是怎么了？头好晕啊！太医，快给太后看看。是。你可有觉得不少不舒服的地方？哀家也不知怎么搞的，喝了一碗鱼汤就头痛欲裂，然后失去了知觉。不过此刻还好，头也不疼了。当然不疼了，否则我那些现代的医药岂不是白用了？果然是鱼汤。皇后，你可知罪？臣妾罪该万死，请皇上息怒。臣妾也没想到那鱼汤会害母后如此啊！好了好了，起来吧。他也是好心，多亏有姜太医在，哀家才无碍。微臣技术不精，这次没能救治太后，幸亏镇北王妃在，您才能化险为夷啊！姜太医，你老糊涂了吗？他一个傻子，能给哀家治病不成？母后，这次确实是叶兰救了你。皇帝，他一个傻子怎么能救哀家？微臣刚才给您诊脉，发现您身上原本不通的大穴都通了，而且驼峰之症也减轻了许多。王妃医术精湛，微臣自愧不如啊。这丫头的眼神的确比从前灵了不少，难道真的不傻了？叶兰，从前痴傻，怎么突然的就恢复如常了，并且知道了如此高明的医术？皇上，你可能有所不信啊。我之前做了一个梦，梦里面有位老神仙在臣妇的面前点了3下，然后醒来之后我就忽然开朗了，脑子里多了好多医术啊。无稽之谈。这确实令人匪夷所思。但是如果不是亲身经历，恐怕连臣妇也觉得不可信呐。皇上，他虽与叶兰相貌一致，但行为举止没有半点相似。他是假冒的，搞不好是敌国的奸细。皇后言之有理，来人，拿下！此叶兰的确和3年前的不一样，难道那是北兰派来潜伏在我身边的戏子？你到底是谁？为何假扮成镇北王妃，蛰伏在思涵身边？皇上，你若非要给我安个罪名，我百口莫辩。但是太后的头风发作可能会危及性命，我有一个办法可以一劳永逸，彻底治好太后的所有病症。你说的可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臣妇胆子再大，也不可能犯欺君之罪啊！母后，如此妖女不可全信。是啊，母后千万不要被他蒙蔽了。若想知道他是真是假，请他父亲入宫一趟，不就知道了吗？母后思虑果然周全。来人，传叶青云入宫觐见。拜见圣上，给太后、皇后娘娘请安。免礼。谢皇上。叶青，此次召你入宫，只为一件事。皇上尽管吩咐。朕怀疑有人冒充你的女儿，潜伏在镇北王身边。你且看看，这位是不是你的女儿？回皇上，看这样貌，的确是臣的女儿。这世上也不是没有长得一模一样的事。
叶兰儿时从树上跌落，树枝即便是伤口愈合，也会留下一道疤痕。皇上可派人一查，便可查出他究竟是真是假。来人，让他带下验身。回皇上，的确有一指长的疤痕。后山那晚，我好像摸到女人腰后，似乎也有一条浅浅的疤痕。难道是她？疤痕并非天生，若诚心作假，也并非不可，并不足以为信。叶兰，你出嫁之前，应出。原主是个傻子，留给我的记忆本来就很多，哪儿还记得你说的那些屁话？不过话说回来，叶兰出嫁那日似乎找不到半点关于叶青云的记忆。女儿出嫁那日是继母相送，父亲因为给主过只言片语。不错，你出嫁之时只知道傻笑，为父并没有与你说话。还有，你母亲去世时留给你的东西在哪？是说那把钥匙对吧？我当然没忘记在哪儿，只不过娘亲走之前特地跟我说过，不许告诉任何人，包括爹爹。回皇上，的确是臣的女儿，绝不会有假。原主最在意母亲，绝不会将钥匙的事情告诉任何人，所以叶青云才会如此肯定我是真的。不过这钥匙放在哪儿，我还真想不起来。确定？臣万分确定。既然如此，皇后想必是你想多了。这是行了，不要再说了。既然已经证明你就是叶兰，不会有假，那么从今日起，你就留在宫中侍奉哀家，你愿意？我当然愿意啊。叶兰，你好好照顾太后，若有差池，朕绝不轻饶。是。姑娘，常嬷嬷说王爷等会儿过来陪你有晚膳。真的呀？太好了，快为我更衣打扮，穿我新买的那件七纱过去。王爷，你可算是来了。上次的事情，其实知道错了。本王知道你是无心之事。王爷，妾身让膳房准备了饭菜，你是想先用膳，还是想吃妾身？本王想问你一个问题。王爷，你尽管问，妾身一定会知无不言。可否让本王看看你的腰？既然是王爷想看，妾身哪敢不看？转过去。也有吧？难道天底下真有这么巧的事情？那位到底是谁？王爷，如果你想要，妾身随时。本王突然想起还有另外一个。哎，王爷，饭菜还没上呢。拿不下。姑娘，你在宫中1个月，就治好了烦扰太后多年的头风症。现在你可是太后身边的红人，有了他老人家做靠山，以后王爷再也不敢欺负你了。他本来就不该想欺负我。1个月了，也不知道属于怎么样了。怎么回事？进去看看。云角，云角，本王妃不在的这段时间里，可是发生了什么事儿？我发现府中上下一片混乱，可是发生了什么喜事吗？回王妃是行侧妃之礼，可是据我所知，本朝的侧妃之礼只有祭祖、敬茶、行礼这一事，
这王府为何置办的跟王爷大婚一样？这奴婢不好说。没事，你代说无妨。有本王妃在，不会有人拿你怎么样。是林姑娘让人布置。这1个月来，王妃入宫侍疾，王爷则住在京郊营地处理军务，顾侧妃又卧病在床，所以这王府上下都由林姑娘说了算。看来还真是老虎不在家，猴子称霸了。王爷可知道这事儿？王爷昨日回来便知道了，但并未多言。那就是他默许他的小老婆可以骑在本王妃头上作威作福了。若是让外人知道一个侧妃以正妃之礼入门，那我还不被满京城笑话？不行，该生气时还是得生点气。你们俩去看看，把府中的红绸全部扯下。是，奴婢这就去。启禀王妃，前夜怀玉和外人打起来了。打起来了？何人敢在王府闹事？小的也不清楚，听人说好像是林姑娘的父母和弟弟。好，我倒要看看谁敢动我的人。打他！别打他！别打他！快住手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住手！姑娘，他们简直欺人太甚！到底发生什么了？王妃，我跟怀玉正在撤红绸，他们冲下来就阻拦。怀玉说是奉王妃之命撤下的，结果他们冲下来就破口大骂，还动手。你们好大的胆子，敢在镇北王府闹事！你是从哪冒出来的？管得着吗你？本王妃还想问问你，到底是从哪冒出来？你就是王妃？我不是，难道你是？你以为是王妃就可以欺负人吗？就是，我们好不容易也不足挂上去红绸，他凭什么摘下来？你怎么来了？女儿正是佳音啊，听到丫鬟禀报说有人欺负娘和弟弟，这衣服都没有来得及换，就赶过来了。还是你有良心，妈呀，没白疼你。就是这个女人，她欺负我们。对，姐，你可得好好的给我们出口恶气。王妃，你不是在宫里试题吗？本王妃要是再不回来，这镇北王府恐怕要赶尽灭。王妃，你这话说的就有点严重了。这王爷让我打理王府，不信你可以去问王爷。所以说，外面那些红绸都是王爷让你置办的，是我自己要置办的，有个不可。你可知赵烈国纳妾的规矩？一顶轿子从侧门而入，还从未见过哪家妾室敢如此光明正大的行正妻之礼。另外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你也配穿凤冠霞帔？我是王爷的侧妃，怎么能跟那叶千金相比？不然你算什么？宫里的贵妃娘娘都不敢穿正红色了，难道你比贵妃娘娘的身份还尊贵？我不管，这王爷都不曾说什么，凭什么怪我？那我今天告诉你，我凭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也不会放过你。我就要让你看看，他是如何不放过你敢动我女儿一下试试？老娘给你拼了！放肆！对王妃不敬，便是以下犯上，罪该万死！哼！什么王妃不王妃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王爷心里啊只有我们家招娣。就是，我们的靠山是王爷，你身上的王妃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姐，别害怕，我们一起上，给他脸色看看。王爷，慢些走，王妃又跑不了。闭嘴！本王又不是急着见她。叶兰，你敢欺负我的家人，我跟你拼了！姐，王妃打人了！你们在干什么？王爷，你可来了，要为我们陈家做主啊！我们只是帮招娣布置婚礼，王妃就用鞭子打我们。是啊，他不是在打我们，他是想杀了我们。王爷，你快看看我姐姐，她快被他打死了。叶兰，你一回来就闹成这样，到底想干什么？我闹？他以下犯上，本王妃不过是给他的教训。王爷要是觉得我有错，
大可以入宫问问太后，侧妃应当以什么礼度？你这是在拿太后压本。妾身不敢，只不过王爷可以打听打听，谁家妾室敢穿凤冠霞帔，敢以正妃之礼？那你也不该将她打成这样。万一打死了，那我想要的案情。来人！王妃嫉妒成性，心狠手辣，随意凌虐他人。从现在起，关入瑶关阁禁足，没有本王允许，不得擅出。不必了，王爷是非不分，昏庸无知，我也不屑跟你废话。从今天开始，你我和离，再无半分瓜葛。王爷，我家招娣伤得不轻，求求您赶快找太医给他诊治吧。放心，本王不会让他有事的。凤瑶，去请太医。王爷，妾身没事，你千万别怪姐姐。你安心养伤，别的事不用担心。是，多谢王爷体恤。韩玉，我们走。姑娘，咱们真的要回叶家吗？怎么了？您这样贸然回府，老爷和夫人肯定会责备您的，而且王爷也会大发雷霆。要不咱们还是别离家出走。你凭什么不走？置我闹气，我才不受！走不走？走走。奴婢跟您走，姑娘等等我呀。站住！你两个大包小包的，这是去哪儿？大胆，见到王妃还不行礼，找死吗？可不过是个傻子罢了，还真当自己是真正的王妃了。这府里从来都只有顾侧妃说了算。可恶，你这狗奴才真是活腻了！王姨刚才下令，任何人出府都需要宣禀报。你俩在这先等着吧。狗眼看人低的东西，气死我了！气什么呀？我正好呀，还没有发飙礼。姑娘你在说什么呀？发飙是谁发飙？1、2、3、4、5，唉，300。可是那禀报的小厮还未回来，他不会回来了。你们好大的胆子，竟敢违抗王爷的命令，偷跑！你看他们身上携带了那么多东西，肯定是想要拿着王爷的东西、王府的东西逃跑。给我拿回来，那不都是我的东西？哎呦，我用这么彪悍，你到底是不是女的？怪不得王爷不喜欢你。这算什么呀？本王妃让你今天知道，真的彪悍！啊！不好了，王爷，王妃带着怀玉要回叶家，结果刚走到门口就跟护卫和林姑娘的弟弟打起来了。他果然是有出息，现在都敢离家出走了。王妃该不会真的是要和离吧？宋瑶，属下在。你亲自去把他抓起来，关进瑶光阁。他要再跑出来，王拿你试问。遵命。王妃，是王爷的命令，属下也是奉命行事。你要是乖乖听话，别再惹王爷生气，属下自然会放怀玉姑娘从地牢里出来。怀玉要少一根头发，本王妃定让你变成只秃驴！不敢不敢，王妃放心，你若不闹离家出走，怀玉很快就能回来服侍你。属下先行告退。这个渣男有2个小老婆都不肯放过我。哦对了，还有干那个我的小宝贝儿有没有事儿？叶兰，你这个毒妇，不仅娶了我女儿，连我儿子也不放过。娘，刚刚要不是孩儿拦着，他就带着这些东西逃跑了。这些东西比起王爷给我们家的彩礼也不算什么，不过东西不多，也是王府的，绝对不能让他这么带走。况且耀祖可是我们老林家的独苗，万一被你打坏了，你拿什么赔我们？说完了吗？说完了赶紧滚！本王妃现在心情非常不好，免得一会儿大开杀戒。就你还王妃呢，你可能不知道刚才王爷有多紧张我家招娣，还亲自将她抱回了荣华院，并温柔体贴地哄着她。再看看你，被王爷禁足，
这跟打入冷宫有什么区别？就是啊！识相的话，赶紧跪下来给我们磕头道歉，并且拿些值钱的东西来孝敬我们，否则等我家招娣当上了王妃，就把你卖进青楼里。正所谓天堂有路不，地狱非要走。好，本姑奶奶今天不瞒你，头发满面红，就知道是本姑奶奶花为谁开。刚才不是骂我挺厉害的吗？啊，你骂呀，接着骂。还狗叫吗？叫啊，接着叫。你是王妃找到你趁手的工具。哎，这不错。好呀，那就让本王妃今天好好伺候伺候你们。大气。好久没这么酣畅淋漓了，爽！哎，你刚才说是要把谁拿到青楼里？好你个恶毒的贱人！我可是王爷的岳母，你竟敢这么对我，王爷绝对不会放过你！还敢嘴？看来只有死人才顾及。王妃现在送上路！住手！没意思，浑身上下呀就这一样，稍微下的活都没有。叶兰，你简直丧心病狂！王爷，这是打我！来，打呀！你要不把我打死，我们就服。我现在太后亲旨，简直不可理喻！我不可理喻。究竟谁不可理喻，我也自己清楚。本王当然清楚，你投云招娣，又将那全家人打伤，你不觉得自己欺人太甚了？即使是平头百姓，也是血肉之躯，怎能任你如此欺辱虐待？皇爷还真是不分青红皂白就往下定论，我跟你无话可说，滚！好，本王今日倒要听听这青红皂白。宋瑶，将林家人先带下去照顾。你倒是说说，究竟怎么回事？王爷何必多问？你要觉得我错，我便是错了。你不要再闹了，乖乖回答本王的问题。你还是问你的心肝小宝贝是吧？好，不说是吧？那本王问你，为何要回叶家？与你何离？和离可以，本王说过，需得到皇上亲口撤回赐婚圣。皇爷难道不知君无戏言吗？皇上要是同意我们和离，那他不是自打脸吗？说白了，从头到尾你就是在耍我。不能让皇上收回成命，那是你。好，你要跟我玩这套是吧？滚出我房间！不要再闹了。我可不敢闹，我要是把你惹急了，你抬手就去给我咬。本王没有打你，这次是没打，但是保不定下次。本王皇上要是觉得无话可说，那便把我放回叶家，咱们以后啊一路两各自安好。不行，你突然跑回娘家，就不怕被人传出去笑话？王爷还怕人笑话？王爷，我问你，自古以来，侧妃之礼应当如何？你纵容林招娣正妻之礼入府，难道就不怕别人笑话你宠妾灭妻吗？本王1个月都在军营处理军务，根本不知道他的所作所为，何来纵容一说？你之前宠着他的时候可没这么说。你若是因为这个跟本王闹脾气，便大可不必。本王答应你，
绝不会让他以正妃之礼入府。但你也要向叶家人道个歉，你下手实在是太重了。我凭什么道歉？是林招娣逾越在先，我身为王妃有权管教，而且他们全家人跑到这儿说让林招娣做王妃，还要把我卖到青楼。我没杀了他们全家，已经算是我心慈手软了。什么？他们说要把你卖到青楼？我知道王爷不会信，你就当我做我多端好了。本王信你。抱歉，本王刚才不知道他们竟敢如此放肆。王爷，你说什么？你虽然最近行为出格，但本王知道你不是一个信口雌黄、随意污蔑之人。不是，他刚才跟我道歉了，我是不是出现幻听了？王爷，你刚才在跟我道歉？怎么，有问题吗？没问题啊，只是什么？你丫突然道歉，我后面那些丑债的词儿怎么办呀？可恶，这菜锅整不会了。哎呀，算了，我大人不计小人过，这次就放过。那王爷，我家姑娘醒了。醒了找郎中便是，本王晚些会过去看看。可我家姑娘听说父母和弟弟被打得起不来，闹着要上吊，恳请王爷您快去看看吧。本王知道了，这就去。哎呀，王爷可真忙啊，哄完我也哄其他小老婆喽，你赶紧去吧。这语气怎么听着有些酸？你跟本王一起去。凭什么？我才不去看戏呢。人是你打的，如今你就要负责到底，懂吗？你们就让我死了吧！我连自己的亲人都顾不住，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这个世上呀？姑娘，你千万不要这么想，王爷这不是来看你们吗？既然醒了，就该老老实实休息。王爷，现在若是惹了姐姐不高兴，想打要骂，悉听尊便，绝无怨言。可是我娘和我弟弟有什么错？凭什么要遭受如此的虐待？还请王爷给妾身做主。你娘与你弟弟以下犯上，竟说出要你做王妃，把叶兰迈入青楼这种大逆不道之话。你若还想包庇，便是与他们想法一致，你可认罪？妾身不知此事，王爷息怒，妾身发誓，从未有如此想法。我娘跟我弟弟，他们就是蠢笨，说话不经过脑子，还请王爷不要与他们一般见识。他们说的这种话，足够本王砍他们100次脑袋。你若还想保住他们的性命，便交给本王一样东西，这件事就可当做没有发生过。什么东西啊？告诉本王，这东西是什么材质做的？这是什么材质？不认识这东西。我若是说不知道，这王爷一定会生气的。不管了，先救了娘和弟弟再说。妾身知道，妾身当然知道。既然知道，就赶紧交代。妾身也想告诉王爷，可是妾身的身子有点虚弱，还请王爷能否宽限几日？身子虚弱，来人，请姜太医来。难道厉子涵留着林招娣是为了您？先不出货，看看再说。恭喜王爷，林姑娘有喜了。有什么？太医说什么？我真的有身孕了？是，千真万确，而且那晚与厉思涵发生关系的明明是我，林招娣怎么会有喜呢？难道说入府后被厉思涵宠幸过？哼，果然是个渣男！我呸！我的王爷的骨肉，王爷，我没有孩子了。你别激动，别伤了太气。我身上寒毒未愈，怎么会让他有身孕？难道那晚的女人不是他？那会是谁？叶兰。王妃，招娣有喜，你有就有呗，我站着看。你是王府主母，
这是本王的第一个孩子。那么从今天起，招娣就跟若是他们母子有任何差池，本王唯你是人。不，这种事业不讨好，我可不干。这是本王的命令，你不干也得干。我3日之后，林招娣正式行侧妃之礼，一切从简，你做主。怎么还是我啊？谁让你是王妃呢？所以我就得做牛做马？对，你不仅要做牛做马，还要照顾他们母子一生一世。喂，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呀！现在情况不一样。来人，把荣华院里里外外检查一遍，任何对胎儿不利的东西通通丢掉。监太医，还麻烦您开个安胎方子。是，下官这就去。侯爷，妾身的娘家人。如今你怀了本王的孩子，便是这王府的功臣，你娘和弟弟的过错就一笔勾销了。从今天起，你可要好好养孩子。谢王爷体恤，妾身一定好好养。你好好休息，本王还有军务要处理，就先走了。王爷，你可要常来看看妾身。干嘛突然停一下？叶兰，你还记不记得后山大王？我记不太清了。你想问什么？你是不是见过什么？没有啊，我什么都没见过啊。你父亲说你背后有条疤，是有条疤，怎么了？可以让本王摸一摸吗？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你是本王的妻子，本王摸哪里都是应该的。我3年没洗澡了，浑身上特别脏。那个，我怕脏你的手。没关系，本王不嫌弃。我嫌弃我自己啊！要不这样，我先去洗个澡，然后你随便摸，摸多久都可以。好，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洗？明年。此地无银300两，你等，本王迟早揭穿你。可大来了！身上的伤好久了没有？好什么好，疼死我了，做都不敢做，都怪叶兰那个贱人。还好你怀了王爷的孩子，否则我和你弟弟快被那个贱人害死了。秋荣，你先出去，把门关上，我要有事情跟你俩单独聊一下。是。娘，你可要救救我！怎么了？娘，你过来，我跟你说。嘘，娘，你小点声。这孩子不是王爷的。王爷从未碰过我，这若是孩子生下来被人发现与王爷不像，就会暴露了呀。到时候咱们全家可要人头落地了呀！不行，这孩子不能留，否则后患无穷。我当然知道不能留了呀，可是王爷派叶兰盯着我那么紧，我想和投胎药也没有机会呀。有了。姑娘，今日侧妃礼虽说不是正妃规格，可王爷还是同意那林招娣从正门入府了呢。正门就正门呗，谁让他有王爷的孩子？王妃，您不生气？本王妃是什么气啊？您是王妃，王府的第一个孩子，理应由您生才是。哎呀，这天底下没有道理的事多去了。他现在有2个是老婆，那日后说不定娶第3个、第4个，进府给他生孩子。我要是每次都生气，那我岂不是被气死？王妃心胸宽广，奴婢钦佩。我哪里是心胸宽广，不过是想着迟早会和理的心罢了。若我未来的老公真要3妻4妾，我一定先把他打入无根门。该去下接侧妃进房了。知道了，马上来。王妃请用茶。哎，哥
跟我玩这一套，你当我没看过电视剧啊？王妃，就算您不喜欢妾身，也不能推翻妾身敬您的祖母茶呀。王爷，你亲眼看到了，还是松的手。本王什么都没看到。可怎么可能？你们习武之人都是目光如炬的。怎么，你这是在质疑本王？何止是质疑呀！你这偏见也太明显了吧！招娣，你还有身孕，快起身。来人，送招娣回润华院休息。妾身先行告退。你还有事啊？本王交代你的事，你还记得？什么事啊？让赵招娣别告诉本王你已经忘了。拜托，我照顾自己都照顾不来，哪使带他呀？本王的命令你都敢不听，看来你是想造反了。啊，对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，反正大不了你就把我禁足，反正就不会给。什么叫本王就会这个？好，既然如此，那今晚你来侍寝。你跟林招娣成亲，你让我侍寝干什么？那还用说吗？招娣有孕，本王总不能对一个孕妇做那种事。那你就舍得像我这样无辜纯洁的小白花跟你？无辜纯洁，还小白花？我怎么感觉自己被人羞辱了？反正我不侍寝。由不得你，嬷嬷就在外面。若是让太后知道你身为王妃却不肯侍寝，你猜太后会如何？想威胁我？我才不怕他呢！太后多半会说是你身边的下人照顾不周，没有好好教导王妃规矩，重则全部处死，轻则发卖出去。别说了，我不侍寝，但是我可以帮忙照顾招娣。你确定？王妃可别勉强。我确定，一点儿都不勉强。好，要是这么说定了，本王还有要事处理，王妃自便。喂，妹子，出门就栽跟头，甩个狗啃泥。姑娘，你招娣那不成器的弟弟喝多了，在王府大门外又吵又嚷的，下面的人谁也不敢管。走，去看看。正愁一肚子火气没抒发呢，这个林耀祖可真是会挑食。从后院到大家关口找进门任何人，包括王爷。是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魏王妃，小儿名叫陈俊。看你在王府东张西望，可是在找人？啊不是。那就是再踩点儿偷东西。不，小儿虽然穷困潦倒，却也是秀才出身，绝不干那鸡鸣狗盗之事。哦，我问你是不是找人，你回答吞吞吐吐；我问你是不是偷东西，你回答的如此果断。看来你就是来找人的，对吧？说找谁？小儿真的不是来找人的，小儿只是路过而已。你不说没关系，让本王妃猜一猜。今天是王爷纳妾的日子，你要找的无非就是林家。刚才林耀祖就在眼前，你并没上去，看来要找的人并不是他。魏王妃，小儿真的不是。看你的年纪跟林母相差还挺大的，应该找的也不是他们，所以就一种可能，你是来找招娣的。小儿不敢，小儿不敢。说吧，你跟林招娣的关系？小儿真的不来找人的。又不说是吧？好啊，那本王妃自己会查。可是自己交代和被我查出来，结果是两种哦，你考虑清楚。你真的不是来找人的，小儿只是想远远的再看他一眼。你喜欢林招娣啊？他喜欢你？不说没关系，
怀玉，把她关进柴房，什么时候交代清楚了，什么时候放出来。是。王妃，其实妾身很早就想和你谈一谈。你想说什么？其实那晚跟王爷成欢的人是王妃吧？别胡说！你不敢承认，这恰恰说明我猜对了。没错，我就是冒充你才嫁入了王府。我想你应该也是不想让王爷知道，所以才默认被顶替的吧？否则你早就拆穿我了，对吧？你想干什么？王妃，听说你抓的陈俊，不如我们来做场交易。我充其量是隐瞒，而你是死罪，你拿什么跟我交易？拿我的孩子。王妃，你若放了陈俊，我这孩子的死跟你没关系，否则你难辞其咎。你简直丧心病狂！没错，我命，我什么都可以拼了。好，如你所愿，但你别后悔。怀玉在，把柴房的人放了。还有，快去请太医。是。本王知道了，劳烦江太医跑一趟。宋瑶，送江太医出去吧。是。我的孩子，王爷，妾身该死，连孩子都保护不住，活着还有什么用啊？你当时在这儿，怎么回事？本王交代过你，要你好好照顾招娣，结果你就是这样交差的。我也不想这样啊，但是他自己摔倒了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王爷，您别怪姐姐，都是妾身没有站稳，是妾身的错。本王说过，若是招娣肚子里的孩子有任何问题，唯你是问。王爷要责罚我，难道不应该吗？林招娣都说这事跟我没关系，你还要怎样啊？这就是你对本王的态度吗？那你想要我什么态度嘛？放肆！竟敢对本王大呼小叫！来人，将王妃拖下去，杖子20！你要打我？你以下犯上，难道不该打吗？若是不想受皮肉之苦，就乖乖向本王低头认错。我偏不！你敢打我，我就进宫向太后请旨合礼。拿这事威胁我？威胁你？那王爷大可一试，你看我敢不敢做出来？好，本王倒要看看你如何走出这王府大门。来人，将王妃关进瑶光阁。不必麻烦了，我自己走。罚来罚去都是进错，一点新意都没有。这个女人简直不可理喻，本王多的是手脚，可除了禁足还能哪？爷，秋荣已经交代了，林招娣是自己摔下台阶，与王妃无关。另外，云角交代侧妃之礼那日，王妃抓了个男人关在瑶光阁的柴房里，可是林侧妃小产后，她便将人放了。你去把那人抓过来，本王倒要看看究竟怎么回事。是。他招了吗？全部都招了。后山那晚，还与林招娣在林子中私会，清晨意外看到王爷倒在路边，于是便偷了您的钱袋。这么说来，那晚后山的女人不是林招娣。后山那晚只有2个女子，若不是林招娣，那就只能是叶兰。搞了半天，竟然是王妃，你们夫妻俩玩什么呢？真吓人呢！宋瑶，将叶兰放出来。是。
这是什么？是青楼里给客人用的。那怎么行啊？要是被王爷知道我给他喝这个，我可死定了。废物，你生不出世子才会死定。娘，我现在只想跟王爷安安稳稳的过日子，你别闹了行吗？我可警告你，你必须生出世子，才能稳固在王府的地位，否则迟早会被扫地出门。为什么？你想啊，郑北王上阵杀敌，九死一生，万一哪天被派出去死在了战场上，这王府便是玉兰一人说了算。可若是你生出了世子，便可以继承王爷的权利，到时候再让你弟弟过来帮忙管理王府事业，那以后就是那我试试。这才是娘的好闺女，记住，今天晚上就有。知道了。王爷，您歇一歇，喝口茶吧。你身体恢复的怎么样？有了姜太医的方子啊，妾身的身体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。那就好。王爷，您不喝吗？这茶是妾身每日采集的露水泡制的，您尝一尝。不错，茶香浓郁，入口香醇。王爷您喜欢就好。没什么事，你就下去吧。王爷，妾身最近新学的下棋，不知您可否指教一二？怎么对下棋感兴趣呢？妾身听闻王爷不仅骁勇善战，棋艺也十分精湛，想着多学点东西，也能与王爷更近一些。好啊，坐吧。王爷，您看妾身下的这步棋好不好啊？本王怎么有些热？王爷热吗？不如妾身帮你脱掉外袍。你这啥？忘了跟王爷说了，这个呀名为醉春风，一次喝的人难免会醉意上头。您别怕，就让臣妾为您解药。什么人？我儿子被骂！哎，干什么？你没事吧？呀，本王记得还欠你一个新婚之夜呢吧？不，王爷，你什么都不欠。那就是你欠本王一个新婚之夜。这大哥怎么突然变得这么烧？不会是中了胃药吧？我要一个真的剑！这是你逼我的。你竟敢扎本王！这死我！这时间不到了。王爷，你没事吧？你刚才都吓坏我了，我还以为你差点不行了呢。本王怎么在你这里？你刚才突然闯进来，然后你就跑上来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本王记着，在我招你下棋，然后哦，还好不记得我扎了他屁股的事儿。
那王爷记得当时有吃什么喝什么吗？本王喝了他递过来的茶，好像叫什么醉春风。那杯茶一定有问题，竟然有人给你下药！我现在就叫怀玉，叫他去派人去查阅。不必，他们不会留下证据。那你就这么算了？你觉得本王是那么好说话的？那王爷的意思是？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。可恶！既然让他跑了，刚才差一点就得手了。哎呀！王爷呢？娘，我就说这一招不行，这王爷他把我推倒，自己跑了。不行，咱们得快把王爷给找回来。万一他联系了哪个小丫鬟，岂不是为他人做了嫁衣？走。你们这是要去找本王？王爷，您刚刚去哪儿了？本王刚才燥热难耐，出去吹吹风而已。那王爷现在感觉可好？您看本王现在如何？王爷自是因思阔绰，去意轩昂。过奖。刚才没下完的棋，现在可以继续下。行，当然可以。等等，王爷，你有何吩咐？本王与侧妃下棋，您要看吗？老身就不看了，我也看不懂。老弟，你陪王爷下棋，老身先告退了。王爷请放。刚才那茶味道不错，可还有？有，当然有。本王一人品茶，甚是无趣，不如你陪本王一起喝。那妾身就陪王爷一同饮茶。你先请。王爷，那咱们继续下棋。好。娘，这王爷大晚上的让我们在书房外面等干什么？你姐姐事情了，这可是成婚后的头一次，王爷自然是要赏赐我们。那岂不是说会给我们很多好处了吗？要是招娣那丫头伺候不好王爷，耽误我们领赏，我绝对饶不了她。这大晚上的挺热闹啊！你不是被禁足了吗？见到本王妃还不行礼，看来之前的伤都好了是吧？参见王妃。王爷让你们来的吗？我家招娣有出息，夜里又侍寝了。听说王妃嫁入王府这么久都没侍寝过，看来王爷确实偏爱我们家招娣呀。那是当然，他这么彪悍，我就不信哪个男人不喜欢他。哎呀，我这手痒了呀！啊，哎，大家不知道怎么办呢。王爷可在里面，我不相信你会对我怎么样。不信，那本王妃让你知道我敢不敢。侧妃饶命了，小的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不可能的！招娣，你怎么跟个下人在一起？王爷呢？原来什么都不知道。王妃饶命了，小的是被冤枉，小的是被冤枉的！你这狗奴才，你敢欺负我姐姐！来人，把他带下去，乱棍打死！怎么回事？王爷，你的小老婆怕你天气冷，给你织了件绿帽子。你别胡说八道，这些都是误会。王爷，这都是误会，你什么都能听见。好大的胆子！王爷，妾身没有做对不起您的事，是他，一定是他叫我做误会，您一定要为妾身做主啊！
敢在本王书房中搞出这种丑事，简直是令人发指！来人，把这对奸夫淫妇活下去杖毙！叶沈云，王爷，叶沈云王爷，求您饶了我姐姐吧！王爷，这茶有问题。凤瑶，太原是彻查这茶的来源，凡有牵连者，任何人都不许放。王爷，那这2个人如何处置？先将他们关起来，若是这茶与他们无关，再放。是。王爷，既然事情解决了，看完是不是想法？王爷，你还有什么事吗？没事，就不能和王妃说话。你要没什么事的话，我肚子。本王也没吃你，你不要听本王意。哎呀，我没做你的意思，我才不要跟你一起吃呢，还有伺候，不够麻烦。来人，准备饭菜。哎，干不出好戏，天都亮了。这是王爷干嘛送我东西啊？难道你忘了，今日是你我成婚3周年？这都3年了，真好看。哎，这个是王爷选的，喜欢啊。只是你怎么突然送我簪子啊？你我是夫妻，作为丈夫，送你几根簪子不应该。我们这夫妻关系还没到那一步吧？那我们现在干嘛？我们就相敬如宾啊。叶兰，本王离京这3年苦了你了，但是本王保证，以后绝不会再离开你。不苦，你要是有什么事儿，你尽管去做，你不用管我，真的不用管。我知道你还没法接受我，但是没关系，我可以等。王爷，你好端端的，你干嘛说这个啊？这东西是不，这个是林招娣的。林小弟已经老实交代，那日在后山救本王，并不是他。送药调查，那日去了后山的只有你和林招娣，既然就是他，那必须。不是我，怎么可能是我呢？王爷，你再查查，那天可能还有其他人。叶兰，我需要你帮。什么？你能不能把这东西的材料和设计图纸交给本王？若是有了它，北疆数10万百姓都不用再饱受战争的摧残。哦，原来你的意思是让我帮你制造公主啊？对，叶兰，这本王求你了。可恶，我还以为你要跟我求爱呢，结果给我整这么一出。姑奶奶就这么没有魅力吗？北疆百姓每日都在水深火热中生存，北蛮人兵强马壮，即便本王再如何击退他们，他们还会卷土重来。可本王相信，如果有了它，一定能够灭掉北蛮，让百姓不再流离失所，家破人亡。我需要些时间，而且我有一个疑问。什么疑问？你的亲人到底死于谁手？你是不是还有很多事情瞒着我？你怎么会突然问这些？我在祠堂里暗格里看到了手册。既然看过，那你应该知道，我们全家都是战死沙场，为国捐躯。我不信，堂堂镇北王府，个个英勇善战，怎么能突然之间都战死沙场？那你觉得应该是如何？我不敢随意揣测，但是我听过一句话：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。你很聪明，但知道的太多，你不用。镇北王功高盖主，不仅深得民心，更掌握着昭烈1半以上的兵权。若想要造反，简直是易如反掌。你还知道什么？皇上忌惮镇北王府，所以才一直派人暗中杀你，直到听说你身中剧毒，命不久矣。看来
本王的王妃也不是绣花针，能猜到这一点，你的城府已超出常人。所以，我很好奇，王爷到底有没有中毒？你不是懂医术吗？心脉受损，你真的中毒了？永昌帝多疑，想骗过他，谈何容易？所以，你从一开始就豁出了性命，只为了报仇。没错，镇北王府100多口人全都白白送死，我要让景家人血债血偿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一旦造反，就会让忠贞烈骨的镇北王府从此背上谋权篡位的污名。我们厉家人3代忠良，为了昭烈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可结果呢？就算名垂青史又如何？能让我们家人复活吗？你为了报仇，把自己性命都搭上去，他们就能活过来吗？你不能死！在我死之前，完成我的遗愿，灭掉北蛮，这样即使本王死后，北疆百姓也能百事无忧。我也想帮你，但是那个武器杀伤力极强，若是落入坏人手里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本王尊重你，我不会强求。王爷，顾侧妃醒了。叫太医了吗？叫过太医了，只是侧妃情绪不好，一直嚷嚷着说要不活了，要不您过去看看。本王知道，本王随后就去。是，奴婢先行告退。叶兰，你陪本王一起去。王爷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本王知道你想说什么。你知道？路上。主子，你就喝一口吧。我不喝，反正王爷也不信我。既如此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？谁说本王不信你了？怎么不吃药？我这辈子都见不到您了。抱歉，那是本王一时心急，误会了你。王爷，你这一走便是3年，你不知道，妾身为了这偌大的王府，殚精竭虑，日思夜想，盼着您能早日回来。可您呢，一回来就逼得妾身装出自己。是本王的错，双儿，你受委屈了。他来干什么？妾身不想见到他。王爷，你让他走，好不好？走就走，你有不愿意来啊？站住！过来。凭什么？凭本王是你的夫君。我不跪。你诬陷侧妃，害得她撞墙自尽，如今让你下跪，你还不知悔改。本王看你真是无药可救。我没有诬陷他，那天晚上我是真的看见他跟一个男人。王爷，来人，快请太医。王爷，妾身与您素不相识，对你的感情一直都是忠贞不渝的。自从王妃出事，是对王妃没有怎么。如果要这种婚事传出去的话，妾身也不活了。主瑶，把王妃关入瑶光阁，没有本王的允许，谁也不许放她出来。哎，厉思涵，你是非不分，活该你戴绿帽子！我跟你说，你这是个贱人！给本王堵住她的嘴！王妃，你就别再惹王爷生气了，走吧。王爷，这一别3年，你对妾身还是这么好，谢谢王爷，愿意相信妾身。
本王还没有糊涂到相信他一个傻子，与他不过是皇上面前的逢场作戏罢了。本王心里最在意的还是你。王妃，太后身体不适，下旨召你入宫。哎呀，王爷不是说除了他以外，任何人都不允许把我放出去吗？自然是太后意志更重要。行了，你下去吧，把华姨叫进来。是。此次入宫，我有些事情要交代给你。姑娘，什么事？王妃，那你此次入宫岂不是凶多吉少？哎呀，你就放心吧。刚才跟你说的事一定要领证，千万不能有任何差错。好，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信任。臣妇参见太后，愿太后万福金安。快平身，到哀家身边来。谢太后。臣妇听闻太后最近身体不适，可是哪里不舒服啊？老毛病，没什么不舒服，就是太久没见你，想你了。太后无事就好，我也想您。不过这咳嗽确实该治一治了。随后我开些方子给您调理一下，您看下如何？那自然好。不过哀家怎么听说王府出事儿了？太后，你都不知道，李思涵他实在是欺人太甚。这怎么还哭上了？到底为什么？是厉思涵欺负你了吗？他平时在那个皇帝面前都对我百般招摇，他根本就不给我好脸色，还为了别的女人欺负我，甚至是治我的福。他如此对你，可哀家怎么听说他心爱的侧妃被杖毙了？太后，我跟您说这个李昭君，她可不是个省油的灯啊！她竟然跟府里的下人都动那个了，还为李思涵中破，这才被处死了。要我说她口里上边脑子那么也不差这点啊，非得不成那样。这是什么话呀？其实之前有证据，没给其他男人。叶兰，没有证据如此污蔑侧妃，可是要定罪的。那太后，咱们调点身子，把脉。臣妇不知太子殿下驾驭。王妃不必多礼，孤只是恰好路过。那殿下请坐，我就先行告退了。王妃留步，我有话要对你说。殿下请讲。请坐。殿下有什么话，直说便是。有件事情一直令本宫好奇，不知王妃可否为本宫解惑？什么事啊？听闻王妃生来痴傻，怎么忽然之间就变成正常人了，甚至还精通医术，这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啊！这个问题，臣妇之前就回答过了，并且我的父亲已经帮我证实。本宫当然知道你先前的解释，可本宫百思不得其解，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人因为一场梦而变成另一个人？哎，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嘛。可再怎么奇怪，都应该有个合理的解释。若是合理，那便不奇怪了。殿下要是没别的事儿，臣妇先告退了。告退？王妃是要回慈宁宫，还是镇北王府呢？自然是回慈宁宫。王妃入宫10日，太后身体早已康复，王妃为何还要留在慈宁宫呢？回去干什么啊？回去看她跟别的女人卿卿我什我。么？没什么。那个殿下，你要是没有别的事儿，臣妇就先回慈宁宫了啊。这个女人。臣父见过皇室太后。请起。
今日这设宴都没有外人，不必拘束，你们二人入座吧。谢皇上。顾左妃，看你气色红润，面若桃花，想必这半个月啊，一定备受关怀滋润。这哪比得上王妃呀？能日日陪在太后面前享清福呢，不像妾身拖着个病体，又要管理王府，要照顾王爷的。虽说只是个侧妃，却也帮姐姐做了不少事务，这想偷懒也不行呢。你得意什么？要不是你，我会被禁足吗？好了好了，今日宫宴不提这些。太后所言极是。叶兰，本王知道你记恨禁足一事，但今日是宫宴，你要懂得收敛。你就只会说我，明明是他才出类不逊的。本王并未听出双儿对你有任何不敬，况且他所言皆是事实。你虽是王妃，可这王府上下没管得一点，整日上蹿下跳，没大没小，还诬陷双儿。本王让你禁足反省，你却依旧毫无悔改之意。王爷这话什么意思啊？难不成你想与我和离，不妃之位让给顾云霜吗？放肆！还不坐下，当着皇上太后面，你怎能如此无礼？皇上、太后，你们都看到了，厉思涵心里根本就没有我。平时你对我不闻不问就算了，有事情你只会偏袒顾云霜，全部好歹也是一家嫡女，现在平日里过的不如一个下人。皇上，请你看在我照顾太后，还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份上，请允许我跟厉思涵和离。你不要胡说！皇上，臣绝对没有偏视银霜，实在是夜来运行。以后您看，清官难断家务事，他们夫妻之间的私事不便参与。只是叶兰，你也要收敛些性子。你看银霜温柔懂事，比你有分寸多了。太后，连你也不像是我。哭哭啼啼成何体统？还不快退下，等整理好再来。是。王妃，其实您没有必要生气的。我跟王爷呢也算是青梅竹马，我在他心里的分量自然在你之上，所以这种事儿你也会慢慢习惯就好。顾云霜，你别得意的太早，我迟早会找出红杏出墙的证据。可王妃这辈子恐怕都抓不到了。要不是那个厉思涵他没有脑，你觉得你还会站在这儿跟我说话吗？可王爷偏偏只相信我，王妃你又能奈我何呢？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总有一天，厉思涵一定会知道谁是真心对他的。你不过就是个属下，其实我恐怕你再看不到。姐姐，我好想问你，为什么要打我？这么老土的招式吗？叶兰，干什么？这里是皇宫，由不得你胡作非为。反正不关系。本王亲眼所见，你还想狡辩？叶兰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王妃行为疯癫，嚣张跋扈，速押，把她押下去。是。双儿，你没事吧？都怪本王一时疏忽，才让她上当了。王爷别担心，妾身没事的。放心，本王绝不会轻易饶了她。王妃，王爷有令，罚您跪在祖宗牌位面前，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，何时肯磕头认错？我没错，我不可能认错的，大不了我这辈子住在这儿。王爷还说了，不准任何人给你送饭。他要是想饿死我就直说，反正我是不可能认错的。滚，都给我滚出去！卑职告退，王妃您好自为之。厉思涵说的。找到了，姑娘，
娘奴婢回来了。钥匙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，按您的吩咐，在叶家后院的那棵大树下挖出来的。没有人发现吧？没有，叶家人都以为奴婢回去是替姑娘求助的，人人避而远之。好，那就好。接下来我交给你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。姑娘尽管吩咐。厉思涵此次入宫就是赏鸿门宴，他特地让我脱身，好让我回来提前准备。这把钥匙是我母亲留给我的遗物，它能打开镇龙黔中最大的财宝。有了它，镇北军就有足够的军饷对抗野蛮。所以，我要你把这个钥匙和虎符交到一人手中。这奴婢人微言轻，姑娘为何不直接交给宋大人？宋瑶是厉思涵身边的贴身侍卫，身边的眼线实在太多，交给他不是完全职责。那姑娘与奴婢交给谁？明白了，奴婢这就去。一定小心。报！启禀圣上，北疆传来急报，北蛮首领趁夜偷袭，已攻入秦河湾，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。呈上来。可恶！该死的大儿奴！刚刚递交降书，转眼就翻脸不认人。皇上，臣请命，立刻带兵前往北疆。这一次，一定会将他们赶尽杀绝。不行，你身染寒疾，怎可又以身犯险回北疆御敌？这次你就留在京中休养，朕另有安排。是，臣领命。你来做什么？自然是来看看我手下败将凄惨成么样的。无聊。你说你为什么要跟我斗呢？乖乖做你的傻王妃不好吗？我现在懒得动手，你最好赶紧滚，否则后果自负。叶兰，若即可起，你能乖乖听我的话，或许我能留你一条贱命。什么意思啊？识时务者为俊杰。若你肯向我低头，这整个王府便再也没有敢欺负你。可若你不肯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可是我这个人啊，天生反骨，我倒要看看你是对我怎么不客气。黑脸不要脸的贱蹄子，来人，把他给我按住！是。这不可能！你是怎么做到的？陆银霜，我刚才警告过你，可惜你不听，现在可没机会反悔了。别过来！刚才不是很嚣张吗？怎么样，还想对我不客气吗？干嘛？你敢打我！我告诉你，我是不会饶过你的！多谢你提醒我，这长夜漫漫确实很无聊。要是招来人，打扰你我之间的兴致，那就不好了。听说你跟厉思涵是青梅竹马，那他的全家你们都不陌生吧？你想让我放过你，那你就求求他们，全家保佑你。喂，这么不惊吓，就这点心理素质还当反派，没意思。厉思涵的爸爸妈妈、哥哥嫂嫂以及各位七大姑八大姨都看好了，就是这个臭丫头，她给你们家宝贝儿子戴绿帽子。要是有一天她下去，你们可千万不能放过她。王妃这是冲着祖宗牌告上状，治下顾影霜以后，怕是连死都不敢死。暗中盯着顾云霜的一举一动，有任何动向，随时向本王汇报。是。那王妃呢？她知道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。你只需要派人随时能保护她的安全就好。
属下已经派了一支暗卫，负责无时无刻保护王妃。一支？卑职想，王妃一直在王府，应当不需要那么多人保护。那要是本王离京呢？你觉得他们能放过叶兰？是卑职顾虑不周。只是王爷，皇上会让您离京吗？满朝文武，本王不信谁有这个本事能击退北蛮。本王重新领兵出战是迟早的事。是，卑职立刻安排暗卫护王妃周全。我以人格担保，那天晚上我真的看到顾云说跟那个男人在一起，只不过那个男人戴着面具，我也不清楚是谁。本王一早就知道了。你怎么知道？本王虽然3年都在军营，可这里毕竟是镇北王府，他不可能神不知鬼不觉的在本王的地盘偷情。那这么说来，3年前顾云霜就红杏出墙了，你是怎么忍到现在的？他不是红杏出墙，他本就是别人安插在本王身边的戏子。可是你们不是青梅竹马吗？年幼时，皇帝忌惮我爹娘，便将我扣押在京城做人质。顾银霜总会在我受到欺负的时候伸出援手，起初我还很感激，可后来发生的次数多了，慢慢的，我就知道他们是一伙的。那么早就开始下这盘棋了吗？眼下北疆战乱，皇帝派了镇国大将军前去边疆。他虽然有些本事，可北蛮人十分狡猾，并且骁勇善战，除非像本王一样十分清楚要塞环境，否则他不可能打得赢。这么说来，皇帝还是要派你去出兵啊？这次皇帝恐怕不会让我活着回来，所以我才会求你帮我。好，我可以帮你，但是我只能给你提供一部分的文件。至于能不能打赢胜仗，得看王爷自己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谢谢你，叶兰。不必谢了，只不过你走了之后，想必这王府也不太平。顾银霜一直在找能调任镇北军的护府，等我身死的消息传回京城，皇帝便会以我疑似谋反为由，派景岳琛抄王府。所以，我想把虎符交由你保管。交给我？对，我不管你把它放在哪里，但是一定要交给自己信任的人。好。哦，对了，你那个噬心蛊的毒，我可以帮忙解。你要是相信我的话，今晚别打扰房间。看来顾侧妃是既吃不记打的性子，才消停1个月，又上赶着来找打。叶兰，你这是再厉害点，王爷昨日夜里已经离京回北疆了，以后这王府上下都是我说了算。来人，把他给我绑了！你刚刚不是很狂吗？怎么现在不说话了？难道你知道我们看什么死的真？还有多厉害呢？不过就是一巴掌而已。你有本事杀了我呀！告诉你，想死可没有那么容易。来人，把他给我带走。是。哦。你到底是谁？你不必在乎我是谁，想活命的话，我问你什么，你答什么便是。你想问什么？厉思涵临走的时候，有没有把什么重要的东西交给你？自从被罚进祠堂之后吧，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。他怎么可能会把重要东西交给我呢？你最好老实交代，否则可是要吃苦的。我想你也不愿意遭罪，对吗？我怎么就没有老实回答了？你要是不信的话，你可以问顾一霜啊，他肯定知道我在祠堂居住了1个月。再说了，大家都知道厉思涵他是宠妾灭妻，就算有什么重要的东西，那也是给顾一霜呀，怎么可能给我？
你别以为我看不出你们夫妻爱子好戏。表面上厉思涵天仙银霜，可对你的责罚只有禁足。他不过是想保护你，不愿意暴露自己的软肋罢了。我是他的软肋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不用跟我装傻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你要是还不说，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你让我说什么嘛？啊，东西那么多，那到底是哪个吧？好，既然你非要挑明，那我就告诉你，立刻把这枚虎符交出来。哦，是这个呀，怎么早说嘛？你知道在哪儿？不知道。你耍我？哎呀，我哪敢耍你嘛？那我是真的不知道。你想啊，那么重要的虎符，那肯定是厉思涵随身携带了，他怎么可能给我一个女人嘛？他是镇北王，所以他绝不会带在身上。他一定是藏了起来。至于藏匿之处，你肯定知道。不，我是真的不知道。要不这样，你去问风霜好不好？他俩青梅竹马，关系比我铁固了。少废话，看来你是不进棺材不落泪。好，那你就进地牢里对着鞭子说实话。看来太子殿下的耐心确实不怎么样。你要是能卸下面具，咱们坦诚相待，说不定我就告诉你虎符的为什么。你怎么知道是本王啊？这很难猜吗？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的？刚才。为什么？全天下除了皇帝以外，第二个想得到虎符下落的人，那就是你。既然不是皇帝，那在我眼前的那位就是太子女皇。既然如此，你还不把虎符交出来？不行哦，我看到了你的脸，按道理来说我是会死的。但是除了厉思涵以外，如果我知道虎符的下落，那太子殿下就不敢杀我了，这可是我的保命符呢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这个人吧，吃软不吃硬的。殿下要是想知道你在哪的话，那就得看我顺不顺心喽。哎呀，反正早晚都要死，那何不在死之前舒服点？你想是吧？你倒是能看淡生死。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嘛，我不强求的。太子殿下如果现在想杀了我，也可以啊。只不过这个虎符嘛，恐怕就永无重见天日的时候。好，本王可以让你过得舒服一些，但本王的好耐心只有3天。放心，3天之后我一定告诉你虎符的下落。3天期限已到，你现在可以把虎符交出来。哎呀，殿下你急什么嘛？我人又在这儿，难道还跑了不成？你都把饭吃完。叶兰，你要是敢耍本宫，不会让你有好下场。安哥，我会给你的，你着什么急嘛？你乖。虎符呢？说。喏，我说吧，当然是肯定会给你的啦，急什么？在你身上？对啊，那么重要的东西，那肯定随身携带啊。你以为是哪？早知道在他身上，直接派人搜不就行了？为何要多等3天？可恶，这个臭丫头！你们好生伺候镇北王妃上路。是。等等，能不能在我临死之前，让我看看这个世界最后一眼？这乌漆麻黑的，看吧。不要挪，都死到临头了，还要什么玩意儿？这么多人，看来拿个大家伙。哎，还有人。王妃，我们是王爷派来保护你的。你有什么证据？这只王爷给的令牌。
那你们怎么才来？不是我们慢，而是你解决的太快了。小场面了，走吧。去哪儿啊？回王府，先干掉顾银霜，再跟镇北军会合，捉拿反贼。是。主子，听说太子爷拿到虎符了，今日便能调令镇北军闭宫。那老皇帝终于要下位了呢。景琛哥哥做了10年的太子，那老东西但凡懂点事，早就应该退位让贤，颐养天年去了，非得害得景琛哥哥逼宫。你说他是不是不对？就是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太子哥哥不是派人把你杀了吗？就他还想把我杀了？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拖3日才肯交出？为什么？因为厉思涵3日才能返回京城，想必现在嘛，他应该到什么外了？可能他远在北疆，怎么可能这么快赶回来？谁说他去北疆了？他只不过去临城调动驻扎的镇北军罢了。来人，将他俩绑起来，打入地牢，跟景岳社一起处罚。是，王爷。哎，之前要好的一个符要什么？如果下官听说王妃即将虎符交于太子殿下，这还能调动京城外的镇北军攻入皇宫啊？肯定是假的。我现在得把真的给厉思涵。多谢你将他保管。王妃不会谢你，你就行。王爷，王妃来了。叶兰，她在哪儿？王爷，王爷，您交代的虎符在这儿。哪儿？王爷，我兰儿，对不起，让你受苦了。暂时等我回来，好吗？好，我等你回来。王爷，祝你得偿所愿。叶郎中，多谢您救了我儿子，这些土鸡蛋都是我家养的，来，不够还有，都给您。不用了，你家孩子小身体，还是你自己吃吧。哦，对，最近有一个外乡人老来打听你。谁啊？啊，他。是我。你怎么找过来的？王爷，哦不，皇上，你别这样。兰儿，你说过会等我回来的，你骗我。对不起，但是我不想回京城，而且也不想放你好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想跟别的女人分享你，而且你也没说喜欢过我。我喜欢你，你不需要跟任何人分享。从今以后，我们还没有合离，所以你这一生一世都是我厉思涵的妻子。跟我回宫吧，兰儿，绝不会负你。好，我相信你。风过后月。